就在4月10号，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了一起网约车纠纷。一对华人年轻夫妇在这个新加坡街头叫了辆 Grab。那上车后，这小两口一路上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那边叽里呱啦聊天。可是坐着坐着，这俩人就感觉不对劲了。前面的司机大叔全程黑着个脸，不搭腔不问候，更觉得是只要这个小两口这个英语说的稍微响一点，那大叔呢反手就把这个音乐的声音调大。那个架势明摆着就是我不听你们念经。气氛是相当的尴尬那这个时候呢，女乘客发现前排座位的椅背上居然贴着一张大纸板，上面写着华人请讲华语，我不对华人说英语，抱歉。好家伙这哪是服务提示这简直就是一张文化宣战书那女乘客脾气也上来了，心想我花钱打车又不是来听你训话的。那再看看大叔那副我就不待见你们的表情，那火气噌的一下就冒到嗓门眼等这个行程一结束，女乘客反手就是一个举报，直接投诉到了平台总部。她在投诉信里还特别拽了个细节说我平时习惯说英语，更关键的是我老公他根本就看不懂汉字你贴这个纸条不就是诚信给我们难堪吗？这按理说这顶多算是个服务态度纠纷，各打50大板就结了。可谁成想这个 Grab 平台这回的处理方式那叫一个雷厉风行，冷酷到底平台大手一挥，停职，别干了。这还没完这个平台还整出了一个特别损的招，他强制要求这位大叔必须自费去接受心理辅导。那意思就是大叔你这个想法有问题你这病得治好了，医生点头了，你才能回来开车。这判决一出，好嘛，这网上瞬间炸了锅了。那个场面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一帮网友，那特别是咱国内的很多网友那是旗帜鲜明的给大叔站台，大家气得直拍大腿这小两口长着一张中国脸，流着华人的血，明明会说中国话，非要在同胞面前整得洋腔洋调，这不是显摆是什么？这不就是典型的香蕉人吗？大叔这叫有骨气，这叫守护文化尊严。但是另外一波网友尤其是新加坡当地的一些职场人，却对准了司机。你就是个开车的，服务行业得有职业道德，顾客是上帝，人家爱说什么语言是人家的自由，你凭什么搞这种道德绑架？你在车里面贴这种挑衅的华语，活该被开除。那还有一波网友看问题更深，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平台。停职就算了，凭什么让人家去做心理辅导？难道坚持母语，坚持文化认同，在你们这些大资本眼里就成了一种精神病啦？这资本的傲慢简直是到了没边的地步。各位，咱们冷静下来琢磨琢磨那这张看似简单甚至有点执拗的小纸牌背后，那真的只有大叔的脾气臭吗？其实这背后藏着的是新加坡半个多世纪以来那场撕心裂肺的语言大变迁，是不同辈分华人之间那条深不见底的代沟，那更是咱们老祖宗留下了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里那种既痛苦又无奈的挣扎。今天呢，咱们就冷静的盘盘这起语言冲突的背后，那些让人无奈心酸的深层逻辑咱们先来说说这对被骂成数典忘祖的年轻乘客。在咱们国内逻辑很简单你是华人，你就该说中文。你要是跟小区门口卖煎饼的大爷来整一句 Excuse me, I want a pancake， 大爷肯定觉得你这孩子吃错药了，得拿个热乎的煎饼糊你脸上不可。但是咱们得实事求是这新加坡的情况它跟咱们这儿还真不一样。大家想1965年新加坡刚建国的时候那是真的惨一穷二白，还没巴掌大。那个时候的李光耀，他为了让这个小破船能在国际大海里存活下来，那为了让英美那些大老板愿意来投资，狠下心做了一个决定，英语是第一语言，是大家吃饭的家伙。这几十年下来这英语在新加坡已经不是一门课了它已经成了像氧气一样的东西。法律是英文的，做生意也是英文的，这孩子上学也是英文的。那对于现在很多的新加坡中青年来说这英语呢就是他们的出厂设置，是他们大脑的底层操作系统。大家可以去看看数据就是现在的年轻华人家庭在家里面跟孩子交流，一张嘴呢全是英文，华语呢在他们眼里那就是学校里一门痛苦的必修课。有点像咱们当年学英语一样。那很多孩子出了校门立马就把那点汉字还给老师了，能听懂一点就很不错了。提笔写字那简直要了亲命了呀。所以当那个女乘客说我老公看不懂华文时，
他说的大概率是真话。在新加坡，长着华人脸的华文华盟那是真的大有人在，这不是他们故意的而是环境使然。那对于这小两口来说啊，这个说英语啊，不是为了秀优越感，而是为了省劲儿。就像咱们说这个家乡话一样啊，那是他们最舒服的状态。那结果呢，就是高高兴坐个车，突然被一张纸条指着鼻子骂，还要被这个司机甩脸子。站在他们的视角吧，这确实呢是花钱买罪受，心里憋屈啊。那既然咱们现在理解了乘客，咱们就更得深深刻刻的去心疼一下这位被砸了饭碗的大叔。如果咱们简单的说大叔是服务态度不好，那就真的是太冷血了。大叔贴的那张纸条啊，其实是一个被时代甩在后面的老兵在发出一声绝望的叹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新加坡历史上特别扎心的词儿，叫华校生。在以前的新加坡，有一帮人啊是上华文学校长大的，他们读的是孔孟之道，讲的是江湖义气。当年为了办南洋大学，这新加坡的三流车夫、洗碗大妈，那是把兜里的几分钱都给捐出去了，那是他们命根子一样的尊严啊。可是随着这个时代变了，这英语就成了高大上的象征。说一口漂亮的英语，能进 CBD 写字楼，拿高薪当人上人。而那些只会说华语、英文说不利索的华校生，瞬间就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只能去开出租、当服务生，干最累的活啊。你们带入大叔的视角想一下他每天在这2平米的小车厢里起早贪黑的，后视镜里面坐着的，明明是跟自己一样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晚辈，可是他们嘴里面吐出来的全是自己听不太懂，或者听着就很生分的洋文。更让大叔心寒的是就很多老华人在新加坡都经历过这种尴尬在商场里，你想用华语跟年轻店员打听个事儿，对方可能会直接给你翻个白眼，或者冷冰冰来一句 Can you speak English？ 那种眼神仿佛就在说你是个没文化的土包子。这种憋屈攒了一辈子终于爆发了。大叔那张纸条其实是在说，孩子在外面你们怎么显摆我管不着，但在我这个小车里，咱们既然流着一样的血，能不能像一家人一样说咱们自己的话？他不是在歧视，他是在恐慌。他看着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母语在自己的国家一点点烂掉，一点点死掉，他想守住最后一块阵地。这种心酸嘛，那些从小喝着洋墨水长大的孩子可能一辈子也理解不了。这整件事里我觉得最让人冒火的不是乘客投诉，而是 Grab 平台的反应。那司机确实是违规了，服务态度确实有瑕疵，你罚款，你警告，甚至你短时间让他回家反省，这都好说。但是你直接把人辞了，还让人家去接受心理辅导，这性质就变了呀。心理辅导这4个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大叔你脑子坏了，你这坚持民族文化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是一种病，你得去洗洗脑，变回一个只会微笑没有思想的开车机器才能回来。这已经不是管理了这是侮辱呀。平台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说白了就是为了讨好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就是为了所谓的国际化形象。在资本眼里司机不是一个有感情有信仰的人，而是一个提供服务的零件。如果零件的材质不符合西方商业标准的审美，那就直接扔进垃圾堆。所谓的多元包容难道只包容讲英语的人吗？难道真正的多元不应该是既让年轻人说英语说的舒心，也让老一辈人说华语说的有尊严吗？ Grab 这一棍子不仅砸了大叔的饭碗，更寒了无数坚守传统文化的老百姓的心。他撕下了资本那层伪善的皮，露出了里面冰冷的机器齿轮。其实网上那些吵架的逻辑都有漏洞。有人说顾客是上帝，司机贴纸条就是没有职业道德。这个话也没有错，商业契约得讲，但咱得问一句这上帝有没有边界？如果上帝要求服务员下跪，服务员也得下跪吗？大叔只是表达一个心愿，咱们华人之间说华语，你可以说他固执，但远没有到精神有问题的地步呀。如果服务业必须把人的灵魂和骨气都卖了，那这个社会得有多冷啊。还有人说这新加坡是国际都市，语言只是工具，别搞民族主义。这话说的太轻巧了语言要只是工具，那妈妈喊咱们的小名儿跟 Siri 说话有什么区别呢？语言是连着心窝子的，是连着祖宗牌位的。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那是根儿，把根儿拔了，人就是飘在天上的浮萍，赚再多的钱心里面也是空的。那这起网约车风暴最后以大叔丢了饭碗收场，这个事没有赢家。女乘客赢了投诉，却在网上被骂得不敢露头。大叔坚持了自尊，却输了生活。平台平息了纠纷，却输了人情味儿。
新加坡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感慨啊，说新加坡啊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演变。那以后可能满大街的华人嘴里面全是正宗的伦敦腔或是美式口音，而老祖宗留下的方言汉字儿慢慢就会变成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老祖宗创造语言是为了让两颗心能靠在一起，是为了让大家能互相理解，绝不是为了让咱们以此为借口去分个高低贵贱，去互相鄙视的。那无论你嘴里面说的是流利的英文，还是地道的华语，甚至呢是带有土腥味的方言，只要心里面还装着那份对同胞的善意，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这个世界啊，戾气已经够重了，如果我们每个人能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同理心，年轻人试着去理解一下老人的守旧，老人试着去包容一下年轻人的变化，平台能多一点点对底层劳动的温情，那这个世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多解不开的疙瘩呢？好啦，今天这个事儿就聊到这儿了。那各位，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呢？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